我们今天上期观众朋友们了解的，我们上期讲了《道德经》老子的第5章《道德经》里面的内容。我们今天讲周易，周易的八卦乾卦，乾卦以及乾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运用以及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以及成功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乾卦它是有6个爻6爻，下面3横，上面3横乾为天天道运行，刚健不息，它是讲的一个万事万物宇宙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以及基本的一个道理乾为天为父为一种刚健全阳之象。我在了解这个卦辞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卦辞说的一个意思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非常的相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旅程，完全就是照着这个6个爻而一步一步的进行的。而在这6个爻之中呢，也隐藏了一个非常深的含义一个哲学处世的一个思想思维，告诉我们生命既然如此，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我们的生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每一个爻的一个意思。我们首先看一下它初9爻潜龙勿用，阳在下也。龙藏在水中，暂时不宜妄动。这个是我们初9爻的一个概念。我们到了9、2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出现在田间终于不在水里面藏着了终于呢是跑到了这个田间，见大人有利。但是呢，这个龙它还是在一个非常卑微、非常低微的一个阶段刚开始呢是在水里头藏着事物的一个初期阶段，潜藏按道理来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龙都是在天上飞的，上能上天，下能入海。但是我们这个乾卦，即使是像龙一样伟大的人，即使是像龙一样，即使你是天命很厉害，你是很厉害的人物，很厉害的灵魂，你都要经过初9爻的这个阶段，潜龙勿用，在一个潜藏的阶段，泥滩沼泽里面爬行，甚至有人都不以为你是龙甚至以为那是一个蛇还是一个什么生物怎么在这个水潭里头呢？我们9、2呢，这个龙经过自己一段时间的积累终于呢出现在田野之上，田地上，土地上，也终不是他的一个最终的归宿，但是是他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看一下9、3爻，君子终日乾，息气惹，利无咎这个惹我是读成惹，因为这个惹是一个语气助词。这是说什么呀？君子整天自强不息，整天情情绵绵，白天呢情情绵绵，到了晚上息，它就是指下午落日之后晚上的时候又很警惕，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警惕小心利无咎，没有什么危险的境地，也没有什么救错。就是说这个龙君子经过了这个潜龙勿用的阶段，又跑到了田地上，终于呢才踏上了自己的一个使命，踏上了自己一个轨道，终于算是找着正轨了。找着正轨之后呢完全不敢怠慢，白天情情绵绵，晚上警惕小心。说明一天24个小时，没有1个小时它是放松的，没有1个小时它是能够在那躺着休息的没有1个小时它是不操心的所以即使你是龙很厉害的人物你都还是这样一步一步挣扎着往上走的。总共6个爻，即使是龙飞龙、天龙、乾龙，总共6个爻，一直到了9、3爻，还是君子终日乾，没有一点的动静，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看不到任何的前途，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天命和使命整日担心，谨小慎微。到了9、4爻，或曰在渊无咎。到了9、4爻，我们看一下这个象机而动，没有救错。9、4
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敬德修也，欲及时也，故无咎。到了我们这个九四爻啊，它这个爻辞所说的一个意思呢，你虽然到了一个九四爻，经过你君子终日乾啊，努力奋进，没有一天不担心，没有一天不忧虑，不断的进取，不断的进步啊，终于到了我们一个九四爻。九四爻呢，稍处在上位的一个爻的一个位置了，但是这个位置地位未定，进退又两难啊。在这个时候，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审时度势，灵活进退，见机而动，切忌妄动。所以到了九四爻的时候，你的能力啊，你的机遇，你得到认可了，但是时机还不明确，天时地利人和，在等这个有一点就是只欠东风的一个预兆。当你准备了很长时间，当你摸爬滚打，一步一步，到了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期待的你所谓的一个成功，你期待的你想要的一个成就，这时候它不完全由你而决定，它不是完全由人定的，而你还在等一个天定的一个概念，你还在等一个时机，一个机遇啊，只欠一个东风。你要等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全之后，你才有这个机会一飞而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九四爻，它的这个心态，它不比九三轻松。九三爻的话，我们第三个爻，你光是终日乾啊，夕惕者，你光是每一天的努力，每一天的担心，每一天的谨小慎微，步步为营。但到了九四爻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一种生活中的无可奈何、无力感，因为你想要，即使你的能力达到了，即使你的经验、你的地位达到了，但是你所期待的成功，你想要的一个事物，你想要的一个物质的成就，它不是完全取决于你个人力量的。你这个时候就会了解到一个天命的一个概念，你这个时候就会了解到一个命运的概念，一个机遇，一个运气。所以这个时候人会有一种怀才不遇，甚至会怀疑自我，因为你在等老天给你的一个机遇。这就到了我们这个九四爻了。九四爻啊，终于我们到一个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个也是我最想讲的一个关于我们乾卦的一个概念啊。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古代人的一个寿命都是在60岁左右，那么我们乾卦刚好对应6个爻啊，那么我们一爻呢，假如说设定一个寿命是为10年啊，10年1载，刚好这6个爻就是我们人啊，在古代人的一生。人一生的概念，60岁咱就拜拜了啊，到40岁的时候还在这挣扎呢，50岁的时候才知天命啊，才可能有机会获得这样短暂的瞬间的成功。这成功并不持续多少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九五爻，说的是一个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它说的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象，成功的一个象啊。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说是什么呀？这个龙啊，终于飞到天上了，飞龙在天啊，君子呢，终于处在一个高位，终于获得了他要的一个机遇，他要的一个成功。他作为一条龙啊，潜龙勿用，经过了君子潜的阶段，在田地啊摸爬滚打，君子潜又到了一个或约在渊，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一种无能为力啊，不知道未来究竟会如何的阶段，不知道天命如何的安排，不知道机遇何时到来。即使你在作为人啊，你需要做的一切你都已经达成，但是你也有面对现实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感觉，因为你在等一个机遇，你在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大程度上的一种无能为力，一种渺小感，一种无助感啊。因为这个事情的成功与否不由你定，而由天定。最后我们经历了这个4个爻的摸爬滚打，人生的40载啊，40年已然过去。
剩下20年啊，在我们50岁的时候，终于50知天命啊，人过半百终知天命。我们知天命了之后，飞龙在天，成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就这一个爻讲一个成功的象，终于这个龙它飞到天上去，终于到了它应该到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龙，我们对于龙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是会觉得它是能上天能入海的，它是无所不能的，它就是在天上飞的。对于飞龙在天，在天就是它的一个使命，是它的一个任务，就是它一个最终的一个成就。飞龙在天啊，我们把这4个字拆开来解的话，飞龙啊，我们刚开始它都不是飞的，它刚开始都是潜龙。啊，或者是说在田地上的土龙啊、水龙啊，最后终于成为飞龙啊，在天就是他的一个人生使命、人生的任务。我们人生60载啊，他前40载都是在讲这个龙是如何从一个这个水滩中啊、田地中、土地中摸爬滚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内心的曲折，经历了一个怎样内心的一个不确定，终于在第5个爻的时候，他终于知晓自己的天命，天时地利人和，在这一刻终于达到了一致和和谐，他也在这一瞬间达到了成功，达到了他想要的，他的使命和任务达成了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但是呢，尽管很不容易，成功很不容易，成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94爻是说成功的事儿。像我们到了上9啊，最后一个爻说什么？亢龙有悔，就是说盈则缺，满则溢。这讲了一个处世的哲学。当你飞得太高，你就不能再往上飞了，再往上飞就有凶险了。当你做了一个位置，做了某项事业，达到了一个极限，达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往下做了，因为物极必反。就像我们八卦之中我们的一个动摇的概念啊，万物呢，它是这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我忘记了啊。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它这个动摇是怎么说的来着？什么什么抱阳什么的啊？我看一下，找着了啊。一物一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阴阳。万物来说啊，这个是什么？万物负阴而抱阳，啊，中气以和。那么我们到了上九爻啊，亢龙有悔呢，不可久也。虽然你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这个圆满，它不是持久的，它是一瞬间的，因为你再往上进取的话，就会有危害，就会有凶险。所以君子之进退，这个时候人就该退一步海阔天空了，就应该放手了，就不应该再对成功圆满抱以执念及贪嗔之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到了我们亢龙有悔了，我们就该退一步了啊，就不可以再持续的存在于这一种圆满成功的象啊，因为物极必反，盈满则缺，满则溢，盈则缺，没有一种极大的丰盛，它是可以永久长存的。所以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隐含的意味啊，物极必反，盈则缺，满则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古人给我们经常的一个教训，就是吃饭要吃7分饱啊，喝水也不能全部倒满，茶水呢也不能全部倒满。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想一直保存长存在这种成功圆满的状态下，你就不能成功圆满啊，你就总得欠缺那么一点点，这样的话你才能在这种极大的丰盛中长存啊，像一棵常青树一样永驻。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做事留有余地，成功呢也不能全部丰盛，全然的丰收啊，总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这样呢，你就能在这种丰盛的状态中保持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你没有达到一个盈，没有达到一个满的状态，你必然不会物极必反，你必然不会缺啊，你必然不会溢啊，这就是我们古人告诉我们的一个概念。最后这一个呀，就是我们一个
用九卦6个9，而不是6个7。9为变爻，所以6个阳爻都要变为阴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乾卦就变成坤卦。这个也是我们说的一个万物负阴而抱阳，反过来说呢，万物全部是阳了，那就也该成阴了。所以这一个乾卦呢，它到了用九的时候，它就是集聚了乾和坤2个卦的刚柔并济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它也是在强调的一个概念，物极必反。当你全部全阳之后，哎，你就到了另一边了，就像我们八卦的一个阴阳啊，到了阳的极限呢，必然是阴；阴的极限呢，必然是阳。这里啊，其实我非常想和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94爻和一个95爻啊，94爻和一个95爻。想想我们这个古代人的寿命60岁，到了我们60岁，就到了我们上9爻的时候，哎，这人呢，基本也差不多该拜拜了，差不多走了。但是他到50岁的时候，他才成功。而这个成功，大家想想，这个乾卦总共6个爻，成功的这一个爻只占1/6啊。但是通往成功的前4个爻，基本上是前4个爻，6/4啊，6/4，2223，基本上是2/3的时间都是在努力的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而成功呢，只占那么一刹那一瞬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努力，而成功就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一个响指的事儿，一个刹那的事儿啊。到了那一点，哎，你突然就成功了。成功之后，哎，你马上呢，你又得退一步了，你不能长久的存在于成功的绚烂的象之中。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其实我有的时候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朋友们去聊天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已经退休了嘛，他们会经常说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伟业厉害的事情当时多么的厉害有多少人追随着他，非常的厉害。但是到现在退休了呢，所有的这些事情好像就像一场梦一样，好像不曾存在，唯一存在的就只有自己的记忆之中，自己的心里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成功过，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辉煌过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绚烂了那么一刹那，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绚烂过这是我比较想和大家讲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人非常的执着于成功，非常的执着于成功的这个项，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达到最后成功的这个概念，我们才觉得心满意足，我们才觉得圆满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连续性连贯性的就像我学数学的话，我们有 continuous variable 连续性的和 discrete variable， 就是散点性的、点点性、分散性的、零一分布的。成功它就是这种零一分布的变量我们把成功定为1，失败定为0，成功就是1，失败就是0，在这个点要么成功要么是失败的，这是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生命它并不是一个 discrete， 它并不是一个类似于散点分布的这个零一分布的变量。我们生命并不是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这一点就你从娘胎一下来直接定枭雄你是英雄你还是枭雄，一生下来你啼哭的一刹那，根据你声音响亮你就定枭雄了。你1岁的时候再定你是好娃娃还是不好娃娃，长牙了没有再定。大家都知道我们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是从这一点的成功与失败直接跳到下一点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不是从一个点跳到下一个点，一个结果跳到下一个结果，这样跳着来的，而是生命是一个旅程， Life is a journey， 是一个旅程。所以这也是乾卦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只在那一个爻，成功只在我们这个95爻飞龙在天，而通往成功的这40载，你想想人，古代的人就活60岁，都50岁了才成功，前头40年都在这挣扎呢。为什么这样设定呢？这就是我们乾为天，天的道理，天的定义，我们人的生命的轨迹就是这样所定义的。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它是一个旅程，它不是一个点由各种点而构成的。
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从这个点啊，我现在今天录视频啊，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下一个点啊，我明天怎么样哈，怎么样？不是的，它是一个旅程，它是一个连续性的旅程，它没有在任何一个点说是怎么样了，而是说我们从生下来，它乾卦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成功是结果，但是努力的这个过程才是你的生命，成功与失败包含在你的生命之中啊，但是努力的这个过程，通往成功的这个目标，走向你成功目标，你所有努力的过程，你所有的体验，你的体会，这才是你生命的定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生下来，从娘胎下来的一刻，我们就直接定英雄还是枭雄，直接灵异变量就给你定好，而是说我们整个生命的旅程啊，我们每个人，假如说我们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天命，为什么宇宙，为什么生命，为什么老天啊，不让你每个阶段都是成功？为什么只让你成功那一刹那、那一瞬间呢？为什么要把成功的这个过程要定到4个爻之中，40年都在努力，到了50岁才知天命，60岁就杆了？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因为我们所有人把生命的重点都搞错了，我们所有人把我们的权重的比例放到成功与失败上的权重太大了。我们生命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生命就是在体验的过程，是个过程，是个旅程，这才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乾为天的定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旅程所遵循的一个道义。你最后一点，你别说是成功，有的人还失败了啊，有的人还失败，那怎么样呢？那他的生命就没有这个意义，他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了吗？不是的啊，不是的，不管你最后怎么样，你整个努力的这个过程，你整个体验的这个过程，你整个的这个维度，整个拉长的这个时间线，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我们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旅程。第二点我比较想讲的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6个爻里面95爻才飞龙在天，一飞龙在天，他为什么不让这个龙一直他从第1爻就飞到第6个爻呢？第6个爻全在天上飞不得了吗？它本身就是龙，它既是飞龙啊，在天又是它的使命，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让它直接在天上飞着就行了呢？为什么要经历潜龙勿用啊？为什么要经历这个什么见龙在田，对吧？为什么要经历这些阶段，最后才让它在天上飞那么一刹那？飞完马上就告诉他，哎，你不能再飞了，你得回来了。你再飞你就有危害了啊！你不能再飞了。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这也是蕴藏在乾卦之中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什么？首先第一点，成功只是一刹那的事儿。第二点，古人的智慧在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于成功的这个相，不要执着于成功的这个结果，因为成功就是刹那的事儿，就是绚烂那么一刹那，体验的这个过程才是你真正要注意，才是你真正要静下心来去体会的。还有另外一点啊，我想讲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成功到底是什么？成功到底是什么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成功，你真的觉得这就是成功吗？是你眼里的成功，还是别人眼里的成功？是世俗认为的成功，社会认为的成功，还是你认为的成功？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同啊。这个来说的话，想想为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跑短跑的，对你来说，你的一个成功就是，比如说你跑100米，花了多长时间啊？花了最少的时间，你觉得你成功了？你觉得你所有的努力啊没有白费？你觉得你成功了？周围的人呢也都为你感到欢喜，都为你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啊。但是你想想，你的成功对别人来说有意义吗？有意义吗？我们这里来说一下，为什么说对你的成功只对你自己有意义啊？因为你想想，比如说你是跑短跑的，
你自己认为的成功就是你跑100米，比如说你花了这个7秒，你觉得就是成功了；你花了8秒，你就觉得是失败了。对别人来说比如说别人呢是个厨子，人家跑不跑短跑无所谓，可能对他来说，他的成功就是他的这个饭店得了米其林之星了，他觉得这是他的成功。所以说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都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通往成功努力的过程都是如此的相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执着于成功的这个项，因为成功它只对你有意义，它对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成功。他们为你的成功感到开心，是因为你达成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你高兴，你觉得自己成功了，你认为自己成功了。他们因为你高兴而为你高兴，而为你欢呼。但是你的成功对他们来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只对你自己有意义。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了解的一个道理，就是你所执着的，你一生所执着的一个成功，你一生所执着的那么绚烂的一刹，它都是一场空，它都是灰烬，都是中化成土就像我们每个人流星划过夜空，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绚烂过，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光彩过，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曾在天空上划过，留下了一抹痕迹。只有你自己知道所有的旅程，所有的艰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这背后的你的一些体验，你的一些心情。但对于别人来说，那都是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你的成功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成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去追求我们的一个梦想，但是我们不执着于最后的一个结果，成功与失败。因为成功与失败是谁定义的呢？是你定义的吗？是别人定义的，还是世俗定义的？你认为你跑100米7秒你就是成功了，那跑6秒呢？跑5秒？跑8秒呢？这个定义是谁定义的？它没有一个基准，都是从始至终只有我们自己在与自己斗争，只有我们自己在跟自己努力，在跟自己较劲儿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们前前中日中日前前西替惹各种的摸爬滚打，最后到达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开心很骄傲。但是那也都是一瞬间的事儿，那都是很短暂的。所有的成功它是一刹那的事儿，它是一刹那的。你跑赢了，你这一刹那成功了。你不可能说你24小时都是在一个跑的状态，你24小时7秒7秒7秒，然后你都是这一个状态，不是的。你24小时你都在努力，你都在锻炼你都在训练，只有那一刹那你成功了。但是成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我们人不能执着于想把瞬间的喜乐化成永恒，因为它是瞬间的。我们人不能执着于对于努力结果的一种执念一种执着甚至对于结果起了贪嗔之心。我们要知道，根据这个乾卦，乾为天，老天给我们定的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轨迹要经过起码4个爻之后，你人生都过半载都结束，你才终于可能有机会成功。所以成功它是什么？它是不重要的，它在这个乾卦里它就只占一个爻，它不能说不重要，但它占的比例非常小。只有你在体验的这个过程才是老天说的，这才是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的旅程初9到94，你就在这儿摸爬滚打，你就在这儿体验，你就在这儿担心忧虑前前中日最终你还要体验一种无可奈何无力感等着一种机遇，等着一种天时你才最终达到一个结果。但是结果就出现那么一刹那，就像昙花一现它随即就消失了。当你完成整个旅程回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一句话，我们用9爻乾卦6个全阳变全阴，坤变乾，你才发现一个真理，厚德载物你才发现一个真理，厚德载物呀。所以说
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就是当你了解，当你体验的更多之后，你回头看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新的感悟、新的体验、新的发现我对于这个卦的理解，无论是年轻人什么年龄的吧，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成功，我们都希望比如说有的人希望自己能够提拔得到重用，有的人希望自己的这个公司能够做大做强，有的人希望自己能出名，有的人希望自己能获得一个奖牌奖励能够有着被人所认可。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东西，你说你最后达到了成功又如何呢？你的成功对别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为什么追求最后成功的那一刹那呢？我们追求的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罢了，我们不过是追求的到成功的那一点一刹那的喜乐，那一个瞬间我们认为我们成功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认可罢了。我为什么说是我们认为我们成功了呢？因为你认为的成功和别人认为的成功是不同的。成功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科学道理，它不是一个公式，它不是E等于MC 方，它不是这样，它就是你定义什么是成功，你达成了这个目标就成功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也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目光、他人的眼光，因为你的生命，你所有的旅程，所有的奋斗终究是为了你自己，最后即使成功，即使失败了，也只对你自己有意义。到最终，到你最后所有一切你体验过一切，你回头看的时候，全阳变全阴爻乾卦变坤卦，天变为地，你才发现厚德载物，你才发现所有一切的执着，所有的一切的成功，所有的一切的绚烂，它都是历史，它都是概念，它都是记忆，它都是只成为了对你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有一天你亢龙有悔了，你这个群龙无首了，你退隐了，你发现世界没有你还照样转着，你发现世界没有你还照样生机蓬勃但是你曾经认为自己是多么的重要，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当然了，在那一瞬间那一刻你是拥有了那一些，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一些只对你自己有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追求我们认为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跑偏了，会认为说我们追求的这些其实是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但是你要知道，你最后你所有获得的成功喜乐，它只对你有意义，而且所有的成功喜乐它都是刹那的，它不是永恒的，它是昙花一现的。真正占据你生命长河的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初九到九四爻，就是你生命大半载你都是在这儿摸爬滚打，你可能都没有看不到任何的方向你可能得不到任何的赏识，你可能得不到任何的这个重用你甚至呢不知道成天在干什么。即使你知道，甚至有人怀才不遇总是遇不到自己的伯乐，这才是你生命这就是你的生命这就是乾卦所说的一个概念。你想想，古人60岁60就拜拜了，他到6爻，咱们这个上九对吧，到上9爻呢他就退隐了，退休了，回家了。到了这个95爻呢，他才飞龙在天。前面的初9到94全在那摸爬滚打，所以这就是乾卦说的一个概念，一个意思，天道天的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遵循我们生命的既定的一个轨道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注定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摸爬滚打，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君子终日前夕替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见龙在田在土地上摸爬滚打。你明明是个飞龙，你不能在天上飞，你就在水泥坛子里潜龙勿用。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旅程，因为我们生命是个旅程，我们所有的体验，这才是我们生命的重点，而不是那的成功。那一刹那的成功没有意义的，它只是对我们个人有意义，但是对于周围的所有人那都是无意义的。
他们为你的成功感到骄傲，他们不是因为你成功了感到骄傲，是因为你认为自己成功了，你认为自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是因为你高兴而为你而高兴，他们并不是说你成功了而为你而高兴。你是因为你成功了为你而高兴，他们是因为你高兴而为你而高兴。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么的一个小故事吧，一点小感悟啊。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有什么想法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研究周易啊，研究我们的这个八卦老祖宗的一个智慧。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有什么其他的理解的，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啊，感谢大家的观看，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